这个孩子真可怜呐，这么小的年纪，天天捡破烂。是啊，这么热的天。来，小姑娘，我这还有2个瓶子。那还有，谢谢阿姨。又赚到钱了，又可以给妈妈治病了。哇，漂亮！妈妈为了养活我，把外公给的项链也卖了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希望妈妈喜欢这条项链。爸，我得了癌，活不了多久，桑宁她不能够没人照顾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把她带回陈家吧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外孙女啊。我没有桑宁这个外孙女，当初你不听我劝，执意怀下这个孽种，现在，没门，她就是我陈家的耻辱。爸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这孩子他是无辜的呀。你把这个孽种丢掉，你还是我的女儿，我会请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病。不可能，桑宁他是我的骨肉，我就算死了，我也不会把他扔掉的。喂，你是谁？喂，外公，求求你救救我妈妈！宁宁，妈妈，我走了，我在您身边只会是您的累赘。我走了，您才能好好活下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外公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他答应我会治好您的。妈妈，您一定要早日康复，宁宁永远爱你。宁宁，哦，宁宁，宁宁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这么高，长头发的？宁宁，妈妈不能没有你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这么高，长头发的？没有。你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呢？你这人神经病吧？宁宁，妈妈不能没有你啊，宁宁。爸，把小姐带走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爸！各位，15年了，我创立的思宁集团，如今屹立在大夏之巅。思宁集团的建立，就是因为我时时刻刻在想念我的女儿桑宁。今天我站在这里宣布，思宁集团将全力寻找我失散多年的女儿桑宁，凡提供线索者，奖励5000万。5000万！好！谁要是能帮我找到我的女儿，他将直接升任为集团的荣誉董事。真的，总啊！我会实现他任何愿望。好，我要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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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昊天哥，这是我研究蜀绣设计出的新中式图案，送给你。到时候你上交集团，集团肯定会表扬你的。娘娘，你真厉害，这么棒的设计，你真的舍得给我吗？当然了，昊天哥，5年前要不是你救了我，估计我就被冻死在那个雪天了。这份设计肯定能得奖，
等厂里给了我表彰，我就娶你。真的吗，昊天哥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然当初我干嘛救你，还收留你？昊天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你还有其他的设计没有？也给我，这样咱获奖的概率能高一些。还有一些半成品。这样吧，我这几天加班，争取也赶出来。还是宁宁厉害。哦，对了，在表彰出来之前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咱俩的关系啊。为什么呀，昊天哥？你不是都说好要娶我了吗？难道你在骗我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宁宁？我是想等表彰出来之后，当众宣布咱俩的关系。宁宁，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不是，昊天哥，我相信你，我这就去画图。简直就是蠢货一个！到时候我得了表彰，我跟你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，还指望我娶你，白日做梦。董事长，有我女儿的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这个是蜀锦纺织厂今年提交的蜀锦设计图，请您过目一下。来，妈给你带好。妈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你怎么还给我礼物呀？妈妈要感谢你，成为妈妈的女儿，有了你，妈妈的人生才完美。花纹一模一样，花纹一模一样，难不成这个设计者是抄袭的？不，他画的是我和宁宁小时候的事儿。我要立刻马上见到画这份设计图的人。是宁宁，一定是宁宁。董事长，还有半个小时呢，我们就到蜀锦纺织厂了。经过调查，我发现这个设计的提交者叫林昊天，他的父亲呢是车间的副主任。不过他有个相好，已经好了5年了。相好叫什么名字？叫桑宁。董事长，您先别激动，这些年呢，冒名顶替小姐的人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光凭这一个名字，咱们还不能确定。不过这个桑宁呢，也是纺织厂的员工，往年的体检报告啊，都在档案里。我这就派人去调查 DNA， 进行对比。不管是不是，这幅画让我很开心。吩咐下去，隆重召开一次表彰大会，打给林昊天的5万块钱升到500万，也顺带给他父亲升个副厂长吧。好的，老板。宁宁，妈妈好想你。快停车！这幅画，你好。你好，我的画画好了吗？哦，画好了，您收好。您好，您也想要画肖像吗？哦，我不是，我是想买这幅画。这幅啊，好，我给您包起来。多少钱？100块。嗯，画好了，您收好。看这身衣服，你是蜀锦纺织厂的人吧？怎么在这儿画画啊？您有所不知，我最近在苦练绘画技术，好帮助我男朋友晋升，等他多攒点钱，让他好娶我。看得出来，你很爱你男朋友。我女儿和你应该也差不多大，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祝你和你男朋友早结连理。谢谢阿姨。我们先走了，阿姨再见。这个阿姨长得好眼熟，是错觉吧？表彰大会快开始了，昊天哥就要宣布和我的婚事了。
么多钱，不行，我得还给阿姨。妈妈真的好想。是宁宁，真的是宁宁，快回到我们刚刚画画的地方。怎么都不见了？他刚刚穿的是赎金纺织厂的衣服，今天在开表彰大会，所有人都在的。马上去纺织厂。是。林组长，真是恭喜啊！总部如此隆重的举办此次表彰大会，可见对你的设计专利多么重视啊！哪里，运气而已。林组长谦虚了，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殊荣，真是令人叹服啊！我儿子呀，打小就非同一般，他的大脑呀，比一般人聪明的那不是一星半点儿。没错，而且这次设立专项，只是我哥小试牛刀，就被公司总部看中，那我哥还不得前途无量啊！那就是林昊天，他女朋友呢？对不起，这就是他女朋友。那她就是我的女儿吗？哎，快来！昊天哥今天收拾的真帅气，看来他是真的很爱我。一会儿表彰大会上，他就要宣布和我结婚的消息了，真的。各位，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接受表彰，必须要感谢一个人。如果没有他在背后对我默默的付出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他是我最坚强的后盾，也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。我的成功离不开他的支持与帮助，所以在这荣誉的时刻，我要向他表达我的爱与谢意。我们宁宁这5年啊，为了帮林昊天拿到表彰啊，玩命的画图啊，一有空啊就去那个街上摆摊练习绘画技巧，这才结合蜀绣设计出专利图案来，对吧？宁宁，你的努力没有白费，5年了，你总算熬出头了。我今天不仅要向他表达感谢，我还要向他求婚。她就是我林昊天想要厮守终身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宋嫣然小姐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接受表彰，离不开嫣然在背后对我默默的付出与支持。亲爱的，是你在我迷茫的时候给了我指引，是你熬夜给我设计专利。如果没有你在背后默默的付出与支持，就没有今天的荣耀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值一提。昊天哥，明明是我熬夜呕心沥血才帮你画出的图。桑宁，知道你爱慕，但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我和嫣然已经决定3日后举办婚礼。不是，林昊天，你这活生生的当代陈世美啊！就是，宁宁为他付出这么多，真是不值啊！宋嫣然可是厂长千金，和您组长这样的青年才俊，那才是天生一对。某些癞蛤蟆还是别在那乱蹦跶了。就是，而且这算什么呀？人家宋大小姐的大舅啊，可是分公司集团的大领导，人家只是来镀金的。那林组长，这是攀上了大树的呀！昊天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什么呀？误会！我说桑宁，你就是个没爹没妈没人要的扫把星。我们家收养你那是很好了，你居然还想高攀我们家，纠缠我哥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昊天今天接受集团的表彰，那前途无量啊！你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就是啊，你要是再敢纠缠我哥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可能，我要亲自问昊天哥。昊天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不是说好要娶我的吗？娶你？你也配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，没权没势，连爹妈都没有，跟路边的野猫野狗有什么区别？怎么还想嫁给我？老子才不捡你这个破玩意儿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桑宁，从一开始我哥就没打算娶你。这些年你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头驴，哼，这免费送上门的保姆不要白不要。只有嫣然这样的千金才是我儿子的良配，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。董事长，你现在还不能确定她就是你亲生女儿，还有多久才能出结果？最多半个小时。3分钟，必须给我结果，不惜任何一切代价。是。
昊天，这个乡巴佬是谁呀？他就是一个痴心妄想的贱货，缠着我不放，赶都赶不走，跟个死皮膏药一样。我是坏人，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对你的付出都……够了！你个一无所有的孤儿，你能付出什么？就你那点付出，加起来也赶不上嫣然抬抬手指就能带着我的资源多。就是，嫣然的爹是你爹是谁？你还跟他比，还想嫁给我儿子？你别做白日梦了。今天是我未婚夫昊天的表彰大会，你要是惹恼本小姐，知道下场是什么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今天的表彰大会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设计图是宁宁给林昊天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对嫣然大呼小叫？还有多久才能出结果？最快1分钟。快点儿！林昊天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正面目。乡巴佬，挨了一巴掌清醒了吗？就你这种在纺织厂讨饭吃的小女工，有什么资格惦记像林昊天这样的英年才俊？你什么你？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敢对我大呼小叫的！我看你现在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！你就是纺织厂的最底层，一个臭打工的，没爹没娘，没钱没势，甚至是连路边的野猫都不如吧？而我爸是这个纺织厂的厂长，我大舅更是思宁集团的高管，我的人生是你这辈子都只能仰望的存在。而我的昊天从始至终都没有把你真的放在眼里了。好，林昊天，既然你如此嫌弃我，那么就把我的设计专利还给我。什么你的设计？有谁能证明这是你的设计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设计在上报的时候，提交者的名字就是林昊天，可跟你桑宁啊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这就是我的设计，是我普遍化工潜心研究蜀绣才画出来的图。我在家里还有草稿，我可以去拿过来证明是我研究出来的设计。这有谁不知道？你白天在厂里上班，下了班之后要去林家当保姆，这草稿图啊，说不定就是你去昊天房间偷的。对，我可以证明，桑宁就是偷了我哥的草稿图，我可以给我儿子作证。你们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桑宁，我念你是纺织厂老员工，作为你的组长，我给你留点情面，你竟敢辱骂我的家人，我看你是想被处分了。你现在立刻向昊天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该道歉的是你们。来人，走，给我把他按住了。是。把手给我拽出来！你们干嘛？别碰我！为了避免你以后再污蔑别人，我只能废了你这双手了。昊天，还是你来吧，毕竟冤有头债有主，他抢你的功，你才是最应该生气的那个人啊！得不到，桑宁，别怪我啊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说你跟我抢什么专利啊？没了这双手，别说画画了，你连纺织都做不成。昊天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难不成你跟这个贱人真有一腿啊？怎么会呢，亲爱的，我现在就收拾他。等等，锤子给我，用这个拿着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你给我过来！老板，她就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桑宁，太残忍了，不怪我啊！快把枪给我！哦，
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这女人谁啊？不知道啊，她怎么有枪啊？他怎么有枪啊？怕什么？不就是一把破枪吗？这儿可是纺织厂，他还敢跟我动手不成？孩子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是你怎么来了？孩子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。喂，老女人，你干嘛呢？难不成你想替这个官儿站台吗？孩子，你在旁边看着，今天所有伤害你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今天就是来给他站台的，你们几个都得死！这女子这么拽，她怎么动不动就举枪啊？该不会是什么大人物吧？不知道呀。老女人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爸可是这个厂的厂长，我大舅那更是思宁集团三江省分公司的二把手。你敢动我？分公司的二把手，好威风啊！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怕了？一把破枪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小姐的身份拿出来，吓都能把你给吓死。不用枪，你的下场只会更惨。既然你嚣张跋扈、无法无天，那我就好好的陪你玩玩。宋大小姐想比家世背景，那就满足她。去，叫人去。是。愚蠢，老女人，你今天死定了！阿姨，你快走吧，他们现在无法无天了，我不想连累你。现在想走？晚了！你们惹了嫣然，你死定了！你就是林昊天对吧？啊，桑宁那么爱你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却骂他是贱货，是破烂，背叛他，侮辱他，甚至还要毁了他的手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一个毫无背景、死乞白赖扑在我身上的倒贴女，你有什么好心疼的？他为了你起早贪黑，忙前忙后，没想到你却是拜高踩低、恩将仇报的败类。像他这种底层垃圾，就应该一辈子没人要，还想让我娶她？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啊？我可是受到思宁集团总部的表彰，想得到我，他也配？够了！思宁集团既然表彰你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是因为桑宁把他的设计稿设计专利让给了你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没错，说的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没错，这个设计就是桑宁给我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一个倒贴女，我愿意要她的东西，已经是她莫大的荣幸，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那你有没有想到，这所有的一切随时都会被收回？什么？收回？你个老东西，怕是脑袋进水了吧？我的表彰大会可是思宁集团总部下达的命令。林昊天，既然设计专利不是你的，那么你的表彰大会，你升职加薪马上就会烟消云散。听你这意思，是想去举报我了？可是现在不光得到了总部的表彰，我还成为了宋家的乘龙快婿。你想举报我，你算哪根葱？敢跟我作对，你的狗命怕是不想要了。告诉你啊，现在昊天可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劝你啊，别不知死活。别说是区区的临水县，就算放眼整个三江市啊，敢跟我宋家作对的人，恐怕还没出生呢。阿姨，您快走吧，宋家的确很厉害，我不值得您为我这样做。至于设计专利，我会写信给总部说明情况，有什么问题我一人承担。贱人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还敢给总部写信？今天就要你的命！宋大小姐，好威风啊！我告诉你也无，这个厂子有500多号人，全听我爸的。只要我一句话，就当圣旨，包括你也不行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下跪磕头认错，承认错误，我还能留你在厂里。要不然本小姐一句话就能让你从这里滚去沿街乞讨。听到了吧？我儿子可是宋家的乘龙快婿，你们两个破烂还要写举报信，你要是敢写，我就把你们两个爪子给剁掉。像你们这种底层垃圾，就算写1万封举报信也没有用。你就不信你们能只手遮天？不信？不信的话，本小姐现在就把你开除。只要本小姐一句话，整个三江市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敢收留你。你除了去做乞丐，
根本无路可走。桑宁啊，桑宁，当初你在街头被冻得发高烧，病好了之后失去了全部的记忆，你要人脉没人脉，要背景没背景，要是真惹怒了阉人，真要去做邪案，现在就下跪求饶，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林昊天，该跪地求饶的应该是你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马上就可以痛哭流涕，跪在地上祈求原谅。说什么？你让我宋嫣然的未婚夫给这个破烂下跪？好啊，除非是这个破烂死了，我带着昊天在他的坟头烧纸，如何？你也一样，管你爸，你大舅又是谁？今天他们敢来到这，我就让他们全部跪地求饶。喂，哦，你好，徐助理。宋厂长，你可真有个好女儿啊！你现在立马给我赶到表彰大会现场来。徐助理亲自给我打电话，难道董事长已经到厂里面了吗？哎，好，徐助理，我马上到。什么？集团大小姐找到了，就在蜀锦纺织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放肆！居然还妄想让我爸和我大舅给你下跪磕头认错。好，很好，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这么狂的人。来人，把他的手给我打断，丢出去！你要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？放心，你当然逃不掉。看什么呢？给我上！我看谁敢动我和桑宁，要你们的命！闹什么呢？爸，你来了。林叔叔。儿子，今天不是你的表彰大会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叔叔，都怪桑宁这个狗皮膏药，缠着昊天不放，不仅破坏了昊天的表彰大会，还破坏了昊天向我求婚。也不知道从哪找的这么个疯女人，居然让昊天还有您啊，给他下跪认错呢。什么？你个白眼狼！你不耐烦了是吧？竟敢在这个地方闹事儿！你怎么不先问问你儿子都对桑宁做了些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要不是我儿子救了他，他早就死了。老话说得好，救命之恩大于天。我儿子对他做什么都不算过分。倒是你这个人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里跟我指手画脚，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儿子的所作所为，是因为有你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爹。嘿，你个牙尖嘴利的老女人啊！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我倒要看你今天的嘴有多硬！来人，把他的牙齿给我拔了！不准伤害他！休管他的小事！孩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董事长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最多10分钟，工厂人就全部到位。好，你放心，这一巴掌等会儿他会10倍的还给你。哎呦，让谁10倍偿还呢？啊，让你一会儿你就会跪在地上扇烂自己的脸，祈求桑宁的原谅。还敢大言不惭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住手！一天不见，你敢跟我叫板了是吧？这个老女人刚刚竟然拿出了枪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怕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这么多人，他还敢杀人不成？借他10个胆，他也不敢。给我！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我不能打，你太过分了！对，你们林家怎么能这么欺负桑宁？滚开！不欺负他怎么了？别说欺负他，你们都能欺负，滚一边去！我不滚！桑宁这些年帮过我们很多，对你们家更是掏心掏肺。倒是你们跟吸血鬼一样狼心狗肺，你们今天要敢动桑宁，第一个不答应。对，我也不同意。我们都不同意。嚷什么？一群最底层的纺织工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信不信把你们全都开了？小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今天就要把桑宁赶出去，我看有谁敢站出来给他说话？哼，说什么我今天都不会让你伤害桑宁。哎，小玉啊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儿子还在住院？要是没有厂家的医保，你儿子的病你能看得起吗？你老公被开除了，现在全家就指着你一个人挣钱啊！你要是被开了，看着还要不要我？
哦，还有你女儿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了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就把你给开了，让你没钱交学费，让你女儿和你一样，一辈子当个苦力。还有你吗？谁跟这个烂货站队？桑宁啊，你看看你这个烂货，只会拖累别人。我要是你，不如死了算了。林广利，这是我的事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，要看他们的选择。林广利，你不过一个小小的车间副主任，你凭什么开除我们这么多人？对，凭什么？哦，对，车间主任呢，是很久以前的事儿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了啊！这是什么啊？副厂长的人事任命书。哦，这可是省里直接下达的任命书，上面盖的可是思宁集团的印章。从今天起，老子就是竹锦纺织厂的副厂长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对啊，怎么可能啊？爸，你当上副厂长了，我们家要发达了。你怎么可能是副厂长？桑宁这个白眼狼，今天我收拾定了。谁要是敢为他出头，一个都不放过。不行，就算你今天要开除我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你欺负我们桑宁。对，没错，不能欺负他。就是你们这些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你们自己找死！从现在起，你们都被开除了，收拾东西，立刻滚蛋！凭什么？不走，就是不走，我们不走。林广利，你有什么权利开除他？他们几个不过是下贱的苦力，我作为副厂长，我有权利开除他们。今天有我在，他们几个你一个也开不了，而且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这个副厂长也做不了多久了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可是思宁集团下达的任命书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侮辱我思宁集团！我说了，你这个副厂长的位置做到头了。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撕毁省里下达的任命书，你死定了！林广利，你不仅副厂长做不了，而且连你现在的职位都得一并革除。他不但要革我的职，还要撤我的官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纺织厂的厂长呢。啊，厂长，一个小小的纺织厂厂长，见了我也得下跪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阿姨，好大的狗胆！不仅口出狂言要开除我，还不把我们厂长放在眼里。看你是不想活着走出纺织厂了是吧？来人，给我压住他！你们想要干嘛？干什么你们？孩子，别担心，你好好看着。我没想到集团下面一个小小的纺织厂，竟然如此的藏污纳垢。今天我就要把他们彻底清除。疯女人，这个社会出来混，靠的是实力，靠的是背景。你凭什么收拾我们？林广利，你马上就会知道。还有这些可以随便欺负工人，我也会好好的嘉奖。我马上安排。还嘉奖？还在这跟我装腔作势是吧？啊！你们两个好大的狗胆！来人，董事长亲临表彰大会，要是能得到他的赏识，我可就平步青云了。宋厂长来了，让厂长给我们做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爸，厂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为了迎接一位大人物。大人物？不错，那可是一位天大的人物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的表彰大会不许给我出任何乱子。放心吧，咱们要是得到这位大人物的赏识，那咱们想前途无量啊！真的爸，你就放心吧，好呀。我这就把这几个闹事的家伙给撵出去。疯女人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啊，让我们厂长也跪下来，信不信我把你嘴倒了？宋建斌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这个厂长做得好威风啊！懂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放肆！把我们厂长气成这样，找死你！给我住手！爸，你在干嘛？爸，完了，这一下全完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不知道啊。林广利，
你都看到了吧？我说到做到，下一个就是你！疯女人，在大领导没来之前竟敢闹事，看把我厂长气的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回大段，让他跪着忏悔！混账！你给我闭嘴！给我住手！厂长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你看，厂长这是打起来了！你瞧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！你知不知道你拿棍指的是谁呀？厂长，她就是个疯女人。厂长，她就是个疯狗，她见谁咬谁呀！厂长，滚开！瞎了你的狗眼啊！你们全家都是疯狗！你知不知道，只要他一句话，你林家将迎来灭顶之灾呀！厂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个疯狗哪来的资格灭我们林家？他就是个神经病！刚才还叫嚣着要送给厂里这帮苦力工什么厚礼呢。是啊，厂长，你别被这老女人给骗了，说什么狗屁厚礼，现在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呢。厚礼到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那个疯女人真的给这帮穷苦力准备了厚礼？哎呀，他能给这些苦大力什么礼物呀？肯定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破垃圾。一帮蠢货！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羞辱的人是什么身份呀？我看你们林家就是在自寻死路。爸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她一个疯女人能有什么身份？等她亮礼物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她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垃圾。逆女，还不给我闭嘴！既然你们这些人都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我就满足你们。我这个人向来是恩仇必报，那我就先报恩，再报仇。你个疯女人好大的口气！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报恩，又是怎么报仇的。这是思宁集团旗下特护病房。思宁集团医院的特护病房？你儿子所有的费用将由思宁集团一力承担，直到他完全康复。谢谢你。什么？思宁集团旗下的医院？那可是全国最顶尖的医院，里面住着的可都是顶流世家的人。即便是最普通的病房，一天都要1万块钱。特护病房，我听说1小时就要1万块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1小时1万，那住1个月得花多少钱啊？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值得的。感谢你的仗义相助啊！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是一份聘用合同，你女儿毕业之后，拿着它就可以直接入职思宁集团，成为三江市分公司总经理秘书，年薪100万。什么？这刚毕业就年薪100万，还是分公司总经理的秘书？这思宁集团是垄断经济命脉的寡头企业，这影响力触及各行各业。总经理秘书这个职位，那得累积多少恐怖人脉呀！我女儿也就是普通大学毕业，她哪里能拿得了100万年薪啊？不好意思啊。你就拿着吧，我相信你这么好的母亲，一定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女儿。感谢你为桑宁的站台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。房产证，您要送我一套房？您要送我一套房？不错，这是实验小学附近的一套最好的房子，300平米，你拿着吧。这样就算你失业了，也有一个住处，不用遭受风吹日晒。300平米，还是实验小学旁边了。哎，我听说那边的房子30平米就被炒到了10万，这300平米，那不得上100万呀！儿子，这个疯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就这样把这几百万送给这几个苦力了？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
我不能要。你就拿着吧。面对林广利的威胁，你们全部没有退缩，这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值得褒奖。现在你们所有的人都将直接提拔到三江市分公司。什么？让这帮穷鬼苦力进三江市分公司？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，可能我不信，这是三江市分公司的合同，这怎么可能？还真是三江市分公司的聘用合同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！就因为帮忙说了2句公道话，竟得到如此破天的富贵，怎么我就没有呢？我真的是太蠢了，为什么不帮桑宁说2句公道话呀？这天大的机遇就这么白白错过了呀！是的，我们竟然进市公司了！是啊，那可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啊！好啊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够了！这帮傻子，这东西是假的。桑宁不满我甩了他，特意找了个演员来搞砸我的表彰大会。这个疯女人怎么可能会有思宁集团的聘用合同？哼，合起伙来骗我们是吧？今天你这个疯女人，还有你们这帮臭苦力啊，还有你一直缠着我哥不放的破鞋桑宁，今天你们都给我通通打断腿，跪下给我们林家磕头道歉，动辄就让人断腿下跪，你真以为你可以只手遮天了吗？是啊，我就是无法无天，我看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今天必须给我打断双腿！疯子，你找死呀！宋建斌，思宁集团不容败类，我给你3秒钟，把纺织厂这些毒瘤通通铲除。哎，是，厂长，你千万别被这疯女人外表给骗了呀！厂长，不要被这个疯女人的表象给迷惑了呀！放手！厂长，这个女的就是骚狐的样，肯定是被哪个土豪老板给包养了的小三儿。放肆！林广利吊打纺织厂员工，污言秽语，出言不逊，你简直罪不可恕呀！厂长，他们都是一群坏纺织工人，以下犯上。我作为副厂长，我受着他们是我应尽的责任。职责？好呀，从现在起就免除你副厂长的职位，你和你儿子林昊天被纺织厂彻底开除了，永不录用。哎呀，我副厂长没了，我太好了！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居然会为了这样一个疯女人，开除我的未婚夫和我工作？闭嘴吧！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什么多大祸啊！我不就是帮着昊天教训了一个找死的疯女人吗？你女还敢胡说八道！你再这么胡说下去，你会把我们宋家拖出万劫不复的！爸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你居然会怕这样一个疯女人？像她这样的疯子，我一年不知道踩死多少个呢！你还敢胡说八道！赶紧给我跪下，向他磕头谢罪！我给他磕头下跪，我膝盖比他命都跪！哼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这个疯女人勾引了我爸，是不是？说你哪来的勇气敢跟我唱反调？不得不说啊，你都40、50岁，身材倒是还可以，难怪我爸会为你着迷了。你女还敢在这胡说八道！你再这么胡说下去，谁都保不了你！疯女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我爸是被你迷晕了，还是被你抓住什么把柄了，他怕你，我可不怕你啊！闭嘴！给我跪下！嫣然，你没事吧？你女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是里行外的东西，你能坐上厂长这个位置，全是靠我大舅。要是我大舅知道你和这个疯女人的奸情，他就绝对饶不了你。没想到宋建斌厂长的位置还是靠阉人大舅给坐上去的。哥，这嫂子的娘家可真是权势滔天呀！那是当然，嫣然可是出身名门望族，可不像桑宁没有背景，
没有人脉权势。宋伯父，你要是还想坐稳厂长这个位，我劝你还是对嫣然好一些。还有啊，尽快跟这个疯女人划清界限。好，你长大了啊，我管不了你了。宋嫣然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你把你大舅、你外公都给得罪了。笑，我大舅可是思宁集团三江市分公司的2把手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大舅啊，马上就要来了，到时候不光你要遭殃，就连你护着的这个疯女人也要一起完蛋。真是找死！对不起，请您原谅，我马上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不用了，他不是说他大舅要来，我倒要想看看，区区一个分公司能有多大的蛀虫。是。疯女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找的靠山宋建斌啊，根本压不住我。你不过就是送了几份混物而已，最多也就唬一唬他们这种没见过世面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，疯女人，你死定了！像这种东西，本小姐要是想送，可以送100份。毕竟我们宋家在三江市可是数1数2的大家族，光是本小姐用钱砸，都能把你给砸死。阿姨，他大舅是思宁集团三江市分公司的2把手，市里所有的公司都得看他们宋家的脸色。我知道您是为了我，但是我知道您是生意人，为了我没必要把自己也搭进去啊。孩子，不要担心，别的不说，他要是敢跟我比钱财，那他输定了。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小小的宋家能有多少钱，还妄想用钱来砸死我。疯女人，你别在这跟我狂啊！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们宋家？光是本小姐为婚礼准备的嫁妆，就能把你给吓死。那要是吓不住我，那可怎么办？哼，光靠嘴硬可没用啊！有种的话，敢不敢跟我比一比？若是你拿不出比本小姐嫁妆更贵重的礼物来的话，你和桑宁这个破烂就要被本小姐打断双腿，从这里给我跪着爬出去！好，要是你输了，你就跪下，给桑宁磕头认错。还有你马上就会知道，你错过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财力比嫣然还要厉害？没了宋建斌，像你这种穷人就只会吹牛。哼，别跟他废话，那就按照你说的来跟本小姐比试比试，本小姐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阿姨，别跟他赌。孩子，你放心，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既然他们想比，那就让他们也开开眼。去，把我准备的东西都拿过来。是。还装呢？像你这种疯女人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？你要是敢拿出来，我就把他们都砸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来人，把本小姐的嫁妆给我拿上来！宋小姐的嫁妆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呀！妈，这还用说？这随随便便拿出一样，都能吓死桑宁还有那个疯女人。一帮底层的穷鬼，今天啊，本小姐就让你们知道知道，你们和本小姐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这第一份嫁妆是礼金100万。100万？什么？100万？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呀！哎呀，不愧是宋家千金啊！单凭这一单嫁妆，就让桑尼那个破烂累死累活一辈子都拿不出来呀！这第二份嫁妆是迈巴赫轿车，价值400万。400万？这是天哪！400万的豪车啊！宋小姐大气啊！这桑宁怎么和你比呀？这最后一份嫁妆啊，是三江市望山豪庭的第8号别墅，价值3000万。什么？望山豪庭？这可是三江市最贵的别墅区，不仅价格贵的离谱，如果没有身份的话，
连看房的资格都没有。听说啊，这望山豪庭的别墅总共只有100栋，而且啊，这越靠前，这装修是越豪华，价格也是一个比一个贵。这用8号别墅当嫁妆，哎呀，宋小姐呀，你可真是财大气粗啊！这些嫁妆，就算是放眼三江市，也没几家拿得出来吧？怎么样，还不赶紧认输？认输？做梦！嫣然的这些嫁妆，像你们这种，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起。就单单是那一栋别墅，你们这种底层人苦干3代都买不起里面的一间厕所。就是，我提醒你们一下，如果现在还不下跪认输，小心你们的双腿被打断。阿姨，要不……孩子，别担心，你看着就行。好戏呀，马上就要开始喽！就这么点东西，好意思拿出来，还想像？你说什么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摆出来也是丢人现眼。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！你这个天杀的！我要是取不出来钱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疯了吧？我的嫁妆比你的命都值钱。你的嫁妆跟我送桑宁的礼物比，一文不值。爸，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准备了一份厚礼，你马上把这份厚礼啊送到蜀锦纺织厂的表彰大会，要亲手把这份礼物送到那个林昊天手里。爸，他一个纺织厂员工，还配得上我亲自来送？我获取了情报，这个林昊天啊，就是思宁集团董事长的女婿。什么？你说他有没有资格？爸，思宁集团？你这么说，大小姐是找到了？没错，我来不及给你解释了，你现在马上行动，千万别让别人抢了先，爸的前途啊，可就靠你了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到机场，集团中的所有阶层大佬已经到了广平省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去办。回来！哎，怎么了？你的礼物，你狗叫半天了，连礼物的影都没有。这要是你今天啊，真的能拿出比我嫁妆还贵重的礼物，我就给你跪下，磕100个响头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别到时候不认账。1重礼，东海夜明珠，价值100万。2重礼，汉代白玉瓶，价值500万。500万！3重礼，礼金2000万。2000万，整整比宋小姐的礼金高出20倍啊！2000万呐！4重礼，奥迪定制版跑车1辆，价值1000万。1000万的车，这比嫣然的嫁妆加起来都贵呀！妈，我好像看到望山别墅1号别墅的房本了。你说什么？几号别墅的房本？1号啊！8号别墅都价值近3000万，那1号别墅那得值多少钱呢？这不得上亿呀！5重礼，望山豪庭别墅1号院。5重礼，望山豪庭1号院。云顶天宫，价值10个亿。云顶天宫，天哪！10个亿！据说啊，那可是三江市最具身份象征的。想要入住，必须身价1000万，而且还要权势滔天呐！这不可能！她这个疯女人只不过是宋建斌的小三儿，她怎么可能拿出这么贵重的礼物？10个亿！10个亿！我没听错吧？我们厂1年的产值也不过5000万呢。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随手拿出的礼物竟然如此逆天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云顶天宫！真的是云顶天宫？为什么你一个疯女人能买得起？嫣然，阿姨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孩子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将来你只会得到的更多。
重头戏马上就上演了。林昊天，这些礼物都是我为你和桑宁共同准备，而现在你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什么？给我准备的？阿姨，其实刚才呢都是误会。是，误会啊！别，都是误会，一家人嘛。怎么，见到好东西你们都回心转意了？阿姨，您听我解释，其实怎么，你不是说我送来的东西都是垃圾，你要把它们全部都砸了吗？不，阿姨，怎么会呢？您送的这些东西这么金贵，我怎么可能会砸呢？你真是一个见钱眼开、三心二意的烂孩。既然你舍不得砸，好啊，我帮你。我的东海夜明珠，可惜了呀，我的100万就这么给砸了。继续啊，你不是要砸吗？别，阿姨，这可不能砸，这可是价值500万的瓷器啊！哎呀，500万没了！500万算什么？比起桑宁对你的感情，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男人，践踏桑宁的感情，不配和桑宁共享任何一些礼物。娘娘，你快劝劝阿姨，不要把这些东西拿走啊！我愿意和你重归于好，我们马上就去领账，好不好？我不愿意。全部给我撤下去！我竟然错过一场破天富贵！不可能，桑宁是不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女人。孩子，你跟我来。宋嫣然，我送的这些礼物比你的嫁妆要贵上10倍100倍。按照赌约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桑宁跪下磕头认错呢？来人！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我大舅绝对饶不了你们！你大舅来了也得跪在地上，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忏悔。锤子，孩子，刚才他怎么打你的，你都还回去。桑宁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我绝对会让你后悔的。给我住手！大舅，你终于来了！有没有事，嫣然？他们这群混蛋，刚刚竟然要打我！大舅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们！什么？竟然敢打我外甥女，真是活腻了！爸，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。是他先提出来的赌约，他输了，那就应该愿赌服输。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输的？这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阿姨的礼物就是比你的贵。对啊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一个个瞎叫唤什么呢？活腻了是吧？宋嫣然，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能够出尔反尔，你更不例外。口出狂言，不知道还真被你给唬住了。你瞧瞧，你戴的什么玩意儿？一条塑料项链，它这一条项链恐怕连10块钱都不值。塑料项链，我就说桑宁这个穷鬼怎么可能会认识有钱的人？这下你露馅了吧？妈妈，你喜欢吗？这条项链为什么和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项链一样？塑料项链，本小姐刚刚差点就让你给骗了。这么说的话，你刚刚送的那些礼物全是假的。宋小姐肯定是假的，要不然怎么会那么着急忙慌撤走？肯定是怕露馅儿了。要装大款，还是戴一条像样的项链。这条10块钱的项链，你是在文具店买的吗？啊，看看我给我外甥女儿买的项链。
疯女人，你好好看看，看看我脖子上戴的这是什么项链？100万的珍珠宝石项链，也就只有你这种穷鬼啊，才戴这种廉价的塑料项链。这条项链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别说你大舅送你的100万项链，就算是500万、1000万，在我眼里也不及他的分毫。大家听一听啊，这疯女人在说什么啊？一个破塑料项链在她嘴里竟成了无价之宝。我倒是好奇啊，凭什么我这个100万的宝石项链还比不上你这个塑料项链了？就凭这条项链，是我女儿5岁的时候在外拼命挣钱打工送我的礼物。哼，这条项链她陪了我15年了，任何一条项链都不能与她同日而语。原来是这样，搞了半天啊，是你女儿送你的。那我要是把它给砸了，你不得心疼死啊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10块钱的破项链而已，就给你急成这个德行了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毁了它，我让你拿命来偿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拿命来偿？好啊，我大舅啊就在这里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今天就算是把它给砸了，那又如何呢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完了，这可是董事长的逆鳞啊！逆鳞？对，之前有个地位崇高的老板就嘲讽董事长的项链又旧又丑，结果董事长勃然大怒，下令全力阻击那家公司。就因为说了项链的一句坏话，就把公司封杀？一夜之间，那个老板的公司破产，流落街头，就连乞丐都不如。哎呦，你就吹吧！这个宋嫣然不仅嘲讽项链，居然还想把项链踩毁，他可真是活腻了。一条烂项链而已，我外甥女儿砸了它是你的荣幸。开个价吧，我买了它。你们买不起，它比你们宋家所有人的命都贵。你个疯女人，你竟然敢瞧不起我们宋家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你把它还给我，不然宋家必亡。好啊，疯女人，你看好了，今天就把它给砸了！装啊，接着装啊！宋家必亡！滚开！完了，宋家今天必将万劫不复。疯女人，你看见了没？我把你的项链踩得稀巴烂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打我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行了，你们2个还不赶紧给本小姐下跪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我废了你们2个人的狗腿！宋嫣然，你死定了！今天你们宋家必亡！去打电话，快给我打电话！是。你们今天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是董事长和千金相认的大日子，所有的大佬都会到场，你们一个个的给我打起精神来。是，去吧。喂，徐助理，什么？是，马上到。哟，我没听错吧？12点钟之前，也就是说你们打一通电话就能让省公司的一把手10分钟之内到这儿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？行了，你就别吹了，你连我们市公司的总经理啊，你都请不来。江总到。
天哪，市公司总经理还真被他给叫回来了。是啊，这女人的背景太可怕了。宋家这下不会真的有灭顶之灾了吧？江总，您来了。听说厂里发生了喜事，我当然要来贺喜啊。贺喜？哦，江总，我外甥女儿订婚的事儿你也知道了。感谢您百忙之中啊，还来抽空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。待会儿我一定陪您好好喝一杯。什么？你外甥女订婚啊？是啊，江总，请您稍等片刻，我现在就把这几个闹事的家伙给撵出去，马上订酒店，咱们去庆祝。别耽误时间了，赶快把他们的腿打断，给扔出去。江总竟然专程出席宋小姐的订婚宴，这宋家面子可真大。哥，你得抓紧抱宋家大腿啊！对，儿子，你得用点心呐。去，看我的。嫣然，咱们刚才差点被桑宁那个狗东西给骗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心软，要不然就他那死乞白赖那样，那肯定还会粘着我的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把桑宁的腿给我打断，我来教训这个疯女人。江总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别着急啊，这事儿马上就处理好。快！快去啊！桑宁，像你这种穷鬼，根本就不配惦记我，敢坏我的好事儿，我让你下半辈子都在轮椅上待着。还有你个疯女人，敢跟宋家作对，我今天要让你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向我求饶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阿姨，你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孩子，别担心，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求饶的是这帮畜生。畜生，你还真是狂妄啊！给我上！住手！江总，你有何吩咐？江总，难不成您是想亲自教训这个女人？这点事儿您交给我就行了，您呀没必要。是啊，江总，这点小事儿交给我外甥女处理就行了。你放屁！你们宋家完蛋了！宋家完了！江总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你今天要打的人是谁吗？她不就是一个疯女人吗？放肆！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谁都敢惹！我看你们宋家今天死定了！江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女人带着一条塑料项链就出门了，她能有什么身份呢？这个项链是我女儿送我的礼物，今天这帮畜生竟然把它给毁了，那我也要让宋家灭亡！将军在，把他们都给我处理了。是。宋清，你作恶多端，咎由自取。从今天起，你被思宁集团除名了。还有，宋家的所有人都进入思宁集团的封杀名单，凡是跟思宁集团合作的企业都不准录取你们宋家人。我们宋家完了，完蛋了！大舅，你怎么了，大舅？阿爷，我们可跟他们没有关系啊，千万别把我们林家赶尽杀绝啊！你们林家一样要被封杀！这可怎么办呀？思宁集团广平省分公司王瑞龙、王少协500万奖金，贺林昊天先生专利获奖。他父亲可是思宁集团广平省分公司的总经理。天哪，这种大人物居然亲自来给林昊天祝贺！林先生，我代表思宁集团祝贺你，专利获奖。这是属于你的奖金500万。金总部特批，林先生将直接入职广平省分公司，成为我爸的助理，年薪1个亿。聘书，这是属于您的任命书。直接跟总经理当助理，年薪1个亿！天哪，思宁集团的省分公司，那可是主宰着整个广平省的商界。昊天要是能够进总公司当助理的话，
那林家岂不是鲤鱼跃龙门？昊天，林家马上就要成为广平省的顶级世家了。林先生，我爸非常期待您的加入。哦，对了，我爸个人呢还送了你2份见面礼。这第一呢是一辆定制版的奔驰，价值1000万。还有一套是省城的海景大别墅，价值5000万。还请您务必收下。好，皇上，您太客气了。儿子，你被省总公司的总经理看中了，那小小的市公司总经理的黑名单根本没用吧？那当然，风水轮流转，现在该我收拾这个疯女人了。收拾我？就凭你？我现在可是省公司总经理助理，你以为将军能保住你吗？阿姨，省城的高管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，你为了我没必要惹上大麻烦。孩子，别担心，林昊天现在嚣张的资本很快就会荡然无存。疯女人，你胡说什么？这个林先生可是董事长指定嘉奖的对象，只要能把他巴结好，我爸必将飞黄腾达。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跟他作对，我的机会来了。疯女，这里的表彰大会还有对林先生的任命，都是思宁集团总部下的命令。你敢对林先生出言不逊，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得罪了林先生，就是得罪了我王瑞龙。你还有你旁边那个穷鬼，现在跪下，向林先生磕头道歉，一直磕到林先生满意为止。威胁我？你王家背吗？你这么说，是看不起我们王家了？皇上，这个疯女人嚣张得很，不光威胁我，刚才还放话说给您父亲10分钟的时间，也就是12点之前必须出现在他面前。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10分钟，王昌龙必到。10分钟，你让我爸出现在这儿？没错。王瑞龙，我劝你现在别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那儿蹦跶，不然待会儿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皇上，已经过去5分钟，等时间到了，我看他还怎么装。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爸可是省分公司总经理，现在更是被董事长看着。你敢编排这种瞎话，你信不信我拔了你的舌头？王瑞龙，你放肆！我放肆？哟，这不是三江市分公司的老姜吗？怎么着，你也要替他撑腰啊？王瑞龙，得罪他，你们王家会遭殃的。三江市，我们王家一手遮天，谁能让我王家遭殃？我看你是活腻了是吧？王瑞龙，你爸一会儿就到了，你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。等我爸真来了，你只会跟这个女人死得更惨。在广平省，谁敢得罪我们王家，那就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。皇上，您可真霸气，连市公司的总经理都被您打得不肯还手。林先生，我们王家就是广平省的天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灭谁满门。区区一个王家，哪来的资本那么嚣张？你这么说，是看不起我王家吗？皇上，他估计是将军的情人，刚刚还说要把我们林家纳入思宁集团的封杀名单，你可得替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林先生，你放心，这口气我一定帮你出。谢谢皇上。哟，仔细这么瞧啊，保养的还挺不错呀。本少爷我呀，就喜欢你这种风韵犹存的女人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跪下来，向林先生磕头认错，一直磕到林先生满意为止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待会你爸来，看他不撕烂你的嘴。撕烂我的嘴？怎么撕啊？这样撕？不是这么撕？还有5分钟，你待会儿就会知道你现在有多蠢，多可笑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再敢这么嚣张，信不信老子踢得你下个月不来红啊？王瑞龙，你真该死！
王瑞龙，你该死！我看该死的人是你们吧。只要我爸还是省分公司总经理，不管是谁得罪了林先生，一概不会放过。疯女人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还敢替桑宁这个破烂玩意儿站台？今天我就让你跪下给我磕头求饶！哭着下跪求饶的是你，还有他，谁来都帮不了你们。笑话！只要我爸还是思宁集团省分公司的总经理，在这广平省就没有人能让我下跪求饶。蠢货，你爸来了也保不住你们。你说什么？3分钟，你爸、你还有他都得跪下给我磕头认错。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现在跪下，向我和林先生磕头道歉，否则我将当着所有人的面扒了你的衣服，玩弄你。别碰他！这个桑宁死定了。王瑞龙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。这个贱女人害我丢尽脸面，死1万次都不解我心头之恨。你个贱东西，是不想要你的狗爪子了吗？贱东西，你敢推我？你也不知道我在广平省的分量。我不管你有多厉害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允许你伤害阿姨。你不许，你不准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我爸可是思宁集团广平省分公司的总经理，你一个没爹没妈的野种，还敢在我面前嚣张，你配吗？还有2分钟，终于赶到了。孩子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我没事，都怪我把你卷入这场麻烦之中。我说过，谁要是伤害你，我一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，王家也不例外。你不过是市分公司总经理的一个女人罢了，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想要王家付出代价。你说这话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？疯女人，凭王少家族在广平省的地位，都不用亲自出面，只需要一句话，就能把你和桑宁这个废物弄得家破人亡。哥，这桑宁她本来就是没爹没妈的孤儿，哪来什么家呀？也对，那正好把他给打死，让他们一家人在下面团圆，这不也是积德行善吗？林浩天，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忘了刚刚跪地求饶的样子了吗？你个疯女人，我们林家现在可是有王少撑腰，你别嚣张啊！区区一个王家都自身难保。哼，还区区一个王家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踩死你，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般。像你这种女人，等我玩烂了，然后给你配双破鞋，然后呢，再给你卖到山里面去。哎呀，绝了！1分钟之后，你得跪下，把我的血舔干净。这么着就让我舔啊？那好，本少爷现在就把你扒光了舔。找死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没事吧，阿姨？没事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跪下来，向我和林先生跪地认错，然后乖乖的跟我走，否则我现在就把你给扒了。我也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想被思宁集团除名的话，现在就跪下磕头认错。你找死！给我上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！你们这群混蛋到底想干嘛？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贱人，你赶着去找死是吧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如了你的意，你给我往死里打，打，狠狠的打！让开！王昌明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赶到，10秒钟不到，代价自负。疯女人，我发现你演的挺好呀。现在还有5秒钟的时间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人呢？我爸呢？怎么可能？我爸呢？装腔作势。那好，本少爷我现在就把你给办了。思宁集团广平省总经理王昌明到。
你怎么来了？思宁集团广平市总经理王昌明拜见董事长。不是，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疯女人，她是董事长王昌明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。他扇我耳光，逼我下跪，还想扒光我的衣服，对我百般羞辱。你们王家真是有种！逆子，你要让我王家万劫不复吗？爸，我不知道他是董事长啊。对，是他让我冒犯董事长大人的。哎呀，对，还有这个疯女人，你别走，是他让我打断董事长的腿的，就是他。不，我不知道他是董事长，都是林浩天这个小子蛊惑我，都是他的错。你董事长，求你饶恕我们宋家吧，放过我们宋家吧，董事长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，董事长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跟我没关系，你赶紧跪下！我知道错了，说句话呀，爸！现在都知道错了，晚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咎由自取，反哺集团令，把他们都给我处理了。是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压下去。跟我没关系啊！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这么大一个人物，为什么要给桑宁站台啊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她是我失散15年的女儿。来，妈给你戴上。妈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你怎么还给我礼物呀？妈妈要谢谢宁宁，成为妈妈的女儿，有了你，妈妈的人生才完美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宁宁，你是妈妈。宁宁，我是妈妈。宁宁，妈妈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